美方此前宣布，总统拜登将于8月18号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三方将讨论扩大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1号在政府与执政党联络会议上透露，他计划借18号在美国召开日美韩首脑会晤的机会，分别同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双边会谈。韩国总统办公室相关人士8月1号表示，三国领导人将在会上进行高密度沟通，也不排除三方在戴维营即兴安排联谊活动的可能性。美日韩首脑会谈能否像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一样成为定期化磋商机制，最终将由3位首脑直接会面决定。戴维营在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100多公里的马里兰州，相当于韩国首尔市与世宗市之间的距离。乘坐直升机从白宫出发，只需要20至30分钟就能到达戴维营。戴维营周边群山环绕，可以说是一处天然要塞。据韩媒报道，戴维营占地约5000平方米，办公室、会议室、游泳池和高尔夫球场等设施一应俱全。8月18号，美日韩首脑再次举行会谈，各自的诉求是什么？将对地缘政治带来哪些冲击？日本和韩国因为历史问题长期存在矛盾，日韩关系逐渐回暖，为美国提供了深化三边关系的良好契机。三国将在战略和外交上展开更加密切的互动。此前，韩国与日本恢复军事情报共享。7月，美日韩三国海军联合举行了导弹防御演习，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分析称，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利益，需要强化三边合作，三国正考虑建立领导人热线机制。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31号报道，美日韩三国正在就建立领导人热线机制进行磋商，并有可能在8月18号举行的峰会上宣布相关进展。报道说，华盛顿还力促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7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邀请日韩领导人访美。白宫7月底宣布，三国领导人将于当地时间8月18号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这将是美日韩首脑第一次在非多边场合单独开会，也是拜登上任后首次邀请外国领导人赴戴维营。美国极力推动日韩这两个主要亚洲盟友进行更紧密合作，以增强对朝鲜和中国的威慑。韩国政府2022年5月换届之后，美日韩多次举行三边峰会，三方安全合作也逐步重启。近年来，在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国加快在亚太地区构建和充实一系列的小圈子，不仅在安全的领域，实际上在经济的领域、在科技的领域都在加大协作的力度。特别是美日韩三方的，还要围绕经济安全构建新的合作机制，在半导体相关的供应链方面联合推动针对中国的协同机制。会谈还将确认对朝基本战略，这将是日美韩首脑首次在国际会议以外的场合专程举行会谈，将再次展现三国团结应对朝鲜的姿态。预计届时将确认强化以美国提供核保护伞为中心的延伸威慑。针对朝鲜持续开发核武与导弹，一是三国预计将会进一步强化现阶段对朝基本战略，增强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一边围绕制裁开展合作，呼吁与朝方开展对话等，一边寻求加强威慑。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推进所谓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日韩日益靠拢，但鉴于力量地位利益有别，三方合作将受到制约。舆论认为，美国政府拉拢亚太盟友，构筑小圈子，以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空间，维护自身霸权。但是地区国家各有考量，拜登政府又受到国内政治掣肘，圈子外交效果存疑。